今天我们要跟一个学姐呢去逛博物馆，然后呢，不知道她现在在干嘛，她坐在哪里？请问是在滑交友软体吗？是，要往右边滑，不是往左边滑吗？往左边滑你就遇不到真爱。所以是什么一个指尖相遇的几率吗？一个指尖的相爱几率。一个指尖的相爱几率。那你也滑得太远了吧？滑到这里来了。来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团体的制度吗？Let's party。好了，这叫什么？这叫什么东西？好啦，这叫一个指尖的相爱几率。哇，这是你的新书吗？哎，我们今天来的是阿玛尼 Soli， 这是一个由安藤忠雄所改造的一个博物馆，然后里面超像那个灵骨塔的，不是？没有啦，我觉得这边真的很值得来。然后它的每个衣服的它的展示都非常的好，然后你可以找到不同年代的，就是阿玛尼不是现在这样走，以前我在批评人家吗？不会啦，他就是，毕竟阿玛尼先生都90岁了嘛，所以他从他开始当设计师有这么多年头，这里面就是等于像他的 archive。所以如果你是喜欢时尚史的话，阿玛尼先生一定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这个博物馆非常好，是它真的可以看到衣服，不像是某一个另外一个牌子的博物馆，今天都不知道看什么。OK， 走吧。走。就进来第一件事情，立刻来喝咖啡。有顺序的，你要先喝东西，咖啡再去看，去上厕所，之后再开始看展览。喜欢安静的人可以来这边逛展览。你可以办一张博物馆卡，然后每次都进来喝咖啡。我们要去3楼，从上面逛下来。3楼跟2楼的话会是常设展，然后1楼的话就会是一些不同的展览主题。因为每次如果从1楼逛的话，逛楼上就会累到死。然后3楼是最美的，所以大家可以从3楼开始逛。你有按电梯吗？怎么还没有？怎么还在1楼？啊，真的耶！我想说，美到忘记按了。我想说这是30楼吗？然后它这边很好，是因为它把每个年代不同秋冬啊、春夏的衣服都会展现出来。然后人台的话也是特别设计过，就不会像是一般人摆个 model 这样子。所以这一层的话呢，基本上可以看到很多以前阿玛尼不同年代的高定系列。我觉得它展览规划的也很好，是它基本上除了年份，它也会把同色系的或是有同样元素的放成一类。我觉得看高定展览呢，你看它基本上也是没有栏杆或玻璃嘛，所以你可以非常非常近距离，你大概人生中没有办法这么仔细的看阿玛尼高定系列以这种距离，然后你可以看到上面每一个刺绣，基本上所有高定的东西一定都是工匠手工制作出来的，所以你看到的这些亮片啊，或是各种的刺绣的元素，基本上就是当时的工匠一针一线缝出来的。我很喜欢它，就是它不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很多设计师喜欢看一些东方的文化，所以它有这种跟印度比较像的那种服装。对，而且其实你如果仔细看，它有很多细节，它这个纱它是星空蓝色的。然后配上白色的，可是如果你远远的整体看，你甚至可能不会意识到这里是有颜色的渐层的。然后我觉得这里除了看衣服、看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因为刚刚前面有讲到是安藤忠雄设计的清水模的，它是非常极简风格，但是它那个打灯又让整个空间充满了一些神秘感，然后有一种很高级的感觉。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我一定要give credit to Armani 的女生的西装。大概所有意大利男人的梦想，拥有一套 Armani 西装就是人生西装的顶。然后我觉得其实女生也是，因为 Armani 设计西装跟正装真的非常强。你看女生的，它包含它的腰线，可是它又有一种很高雅，然后很干练的感觉。但它有时候有一些令我匪夷所思的元素，譬如说，这是什么意思？印度啊。这是印度吗？这个圈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男装系列，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子在这个80年代的服装，它的西装的风格就会不太一样。请问谁会这样穿啊？不是啦，就是有钱的阿姨会这样穿。如果你是在101上班的人，然后大家看到就是阿玛尼的西装剪裁的风格，其实它到现在还是维持这样子的一种类80年代的风格，就是会有点比较宽的肩膀，然后腰会比较瘦一点。它现在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版型哦。
因为阿玛尼先生他其实本身不是学服装出身的，所以他对版型的理解是跟我们一般设计师不一样的。那你可以看到他对每个年代线条的理解是差很多的。然后大家看到说像是安藤忠雄设计的房子，你看它就是可以有一层一层透视的，像是日本所谓的借景的感觉，一层又一层，然后看到不同的窗户的感觉。你记不记得我们妈妈以前年代那个时候，它其实会有一点流行民族风，像这个也是，还有那种印度的那种刺绣的感觉，然后下面又是用这种很六角，它用六角网的印花，这套很特别。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些大概是我在杜拜的那个阿布达比机场会看到的一些人的服装吧。这张我要封这张为今天的最喜欢的作品。你要当这只小老虎吗？对。但至于阿玛尼的衣服在哪，我想应该是牛仔裤或内裤之类的。刚刚看完这博物馆，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棒，感觉很像是进到了一个很高级的世界里，但是你只需要花12欧，对不对？全票。博物馆卡不用钱哦。你没付钱？我没付钱啊 ！Oh my god！ 大家一定要去办博物馆卡，因为我有付钱，随时可以来看。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啦，尤其是这个空间本身也很漂亮啊，也有音乐，然后现场也有很多很好看的那个工作人员，反正一切就是赏心悦目。所以 Sandy 今天其实是来宣传一下自己的新书嘛，就是对一个指尖的相爱几率。那这本书呢，其实就是在讲交友软体的故事。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叫 The Right Choice， 意思就是你向右滑的时候，你遇到你真爱的几率到底有多少？书拿出来给大家看。书拿出来，我背了这么久，终于把它拿出来了。在台湾大家可以买得到。去哪里买啊？博客来成品，所有你线上想得到的实体书或是电子书都有。所以其实 Sandy 除了是一个恋爱脑的女性之外，她还是一个很认真在写书的作家。人家去咨询的时候是说，帮我找一个以后可以找工作的学校，是说帮我找一个可以留在我男友身边的学校，在米兰。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你一定要想过，因为其实我在我来之前呢，我男友有很认真的跟我说过，你不要纯粹只是为了我而来。如果你来是因为你也有其他想在这边完成的事情的话，那你来我就当做是一个附加的价值，不要为了你的恋爱然后委屈自己。对，所以你现在应该是过得很幸福吧？我现在过得很幸福。我不知道到上了没。如果想知道恋爱的故事的话，就去买这本书。但是会不会觉得说我们今天这一集转得非常的硬？就是阿玛尼博物馆跟这个书的关联性是什么？没有关联，都是艺术，生活都是艺术的一环。那 Sandy 的话，是不是有自己的社群媒体叫做 Charles Sample 吗？对，叫 Charles Sample。所以如果你已经 follow 了 Evan 的话 ，Evan 应该会 take 我的。对，所以你们要可以去 follow 他一下，你就可以一次 follow 我们2个。那大家如果就是对意大利的留学有兴趣，或者是意大利的生活有兴趣的话，可以问我们2个。留学欧洲今日开始，想看更多的我或是意大利相关讯息，请上欧举今日意大利悄悄。那我们就希望你的那个新书可以顺利咯。谢谢。一个指尖的相爱几率。喜欢我的频道，可以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随时收到米兰最新的生活日记哦。